OK，马自一今天来到天王寺附近。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古老的寺庙，叫做四天王寺。相信大家如果来到大阪没有去过，应该有听过吧？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已经很久没有来大阪的神社寺庙走走，所以今天就跟着马自一起到四天王寺里面走走逛逛，看看这个寺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马自一已经到了四天王寺的玄关哦，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石造鸟居。那我看今天来参拜的人好像也蛮多的，因为它好像有个圣德太子400年的法会。这个石造鸟居呢，现在已经也成为了重要文化财产。听说它之前好像是木造式的鸟居，是1294年的时候才改造出我们现在看到的石造外观，所以非常的雄伟壮丽。如果大家想来到四天王寺，可以坐大阪地铁到四天王寺前夕阳丘站。那这一站为什么叫夕阳丘呢？因为从我刚刚进来玄关那个地方啊，往西边一看，它日落的风景非常漂亮。因为这里是上町台地啊，所以每到傍晚的时候，它的水平线就会下降，然后那个日落的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所以这边又有夕阳丘之称。进来里面呢，左侧就是四天王寺学校，它是高等学校，就是高中。那这个地方的话，只有学生啊，还有一些校内人士才可以进去。我已经走进来里面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那个非常雄伟的建筑物？那就是四天王寺里面的五重塔，这个非常的大啊，所以我等一下就稍微慢慢的逛，然后看到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就介绍给大家。在我背后呢，就是四天王寺的指标建筑物五重塔。我们现在看到的五重塔呢，是1959年改建出来的第8代宝塔，它里面是用钢筋混凝土改建的，但是外观呢又保留出那种木造的风格，就充分显现出当时飞鸟时代的那种建筑美学。上面的舍利塔呢，还有6个舍利子，听说这个塔内里面还有一些壁画啊，还有一些四天王的佛像，可以让大家去参观。里面的金堂呢，供奉着四天王是本尊救世观世音菩萨，然后周围还有一些四天王像。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佛法有兴趣哦，你可以买那个门票，然后继续稍微参观一下。那门票的话，我记得大人好像是300块，小孩是200块，但是里面是没有办法摄影的。刚进来四天王寺前啊，门口有写说现在是圣德太子400年祭祀的法会。那这个法会呢，是四天王寺里面最大规模的一个年终形式哦。是每50年、每100年的时候呢，他就会举行这个祭祀，然后邀请这个寺庙的关西宗派的人来这边参加。大家看一下左边有一个行程表，就是非常多的寺庙，他们在几月几号啊，就会来参加这个圣德太子400年的法会。在我前面这个石造的舞台哦，叫做石舞台。这个舞台跟筑吉大社还有岩岛神社并列为日本3大石舞台，也是四天王寺圣灵会要举行的地方。哇，天气变热，把外套给脱了。这个圣灵会呢，是四天王寺里面非常重要的5月法会，目的是慰藉这个圣德太子的灵魂而举办。那这边不只是一个石舞台哦，它也是一个石桥，下面有非常多的乌龟在这边游泳啊。但我刚好稍微看那个告示板啊，他就跟大家说不要再丢饲料给这些乌龟吃了，说因为饲料丢的太多了，这个里面的水质都变得比较糟一点啊，那个乌龟啊身体健康也变得越来越不好。哇，大家看一下中间那边有非常多的乌龟在那边晒太阳啊，我刚还以为是那个石雕像，有没有？他们是真的乌龟欸。可能是今天天气不错，他们就从这个河里游出来，然后跑到这个岸上稍微晒一下太阳。在我前面这个地方叫做60礼赞堂，听说四方呢每天会在这边举行6次的礼赞啊，所以它才会有这个名字。那今天也是蛮多人来这边参拜的哦。但我看这个建筑物相当的老旧哎，这个60堂呢也是重要文化财产之一。虽然外观看起来比较老旧，不过马自己觉得还是蛮古色古香的。那因为每天都有人来这边参拜嘛，所以就年久失修。我刚刚就有看到一个板子，它上面有写，他们现在在募金啊，希望大家可以捐赠一个人大概5000块日币左右，然后帮助他们去修缮这个外观，保持现在的状况。四天王寺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供养供奉，就有点像我们台湾
有一些寺庙啊，它里面不是也可以请这个寺方帮你用一个什么灯之类的吗？那像这里有一个灯笼哦，就金色的灯笼，它一次呢是80万左右。那个80万我看应该是四天王寺里面最贵的，因为我刚进来入口的时候还有看到就是牌位式啊，不然就是供奉在佛祖旁边啊，大概是一个25万到50万之间左右。像刚刚那个灯笼啊，每到这个大概8月还9月吧，这边会有一个万灯供养，就是把所有的那些供养的灯呢，就把它全部挂出来，然后晚上那个整个四天王寺的那个外观就非常的亮丽。路边也会出现一些小摊贩啊，有些人就会来这边顺便拜拜之外呢，在这个室内体验一下这种好像祭典的感觉。前面这边就是宝物馆。宝物馆可以说就是四天王寺里面的博物馆哦，里面有收藏非常多的绘画啊，还有工艺品。据说曾经圣德太子使用过的7星剑哦，也有收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过去稍微看一下这个门票是多少，门票大概是大人一个人500块日币哦。那既然都来到四天王寺了，一定要去它的宝物馆看看。OK， 我已经从宝物馆那边走出来了。那因为里面不能摄影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拍给大家看。不过里面基本上是以前祭典使用的一些道具，还有一些以前的佛像之类的。那最多的是当时记载的一些历史文献，就是记载这些佛教怎么传入日本的啊，还有一些圣德太子过去的故事哦。那这些文献特别之处呢，我觉得他们以前写的那个书法，还有用画出来的那个画像，哇，真的是很工整端正又栩栩如生，就是完全不输现今的美工科的人，真的很厉害，就完全比那个印刷还要更精致那种感觉。当然，里面很多东西你是必须要去了解一些四天王寺或者是圣德太子的历史啊，你才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共鸣。不过，如果你也是非常喜欢到日本啊，或者是到国外去看看过去每个国家历史的一些古物哦，来到四天王寺，我也是蛮推荐去这个宝物馆里面看一看。天王寺是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所建造的7大寺庙之一。附近的天王寺地名也是从这个四天王寺而由来。据说圣德太子真正参与寺庙的建筑只有法隆寺跟四天王寺，所以这边又被称作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庙，也是最早期日本朝廷政府管辖的一个寺庙。我们现在来到四天王寺的中门，这边又被称为仁王门。但这个仁王门哦，在二战1945年的时候被空袭，大部分都被烧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外观呢，是1955年重建的。两旁有2个非常大的仁王像，那在我右边这个是纳罗延金刚，后面是密基金刚。大力金刚呢，又称作大力金刚神，在佛教里面它是天界的守卫，也是佛教的护法。我们现在看到的仁王像，它高有530公分，重达到1吨，据说是仅次于奈良东大寺第2大的仁王。四天王寺它是效仿中国寺院的格局而建，所以我们看这个建筑风格啊，有非常那种中国风的感觉。这是它在几千年来一直遭受一些火灾啊，还有一些灾害，所以不断的重建啊，才会保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样貌。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天王寺啊，其实它不是当时593年圣德太子所建造的那一间，当时所建造的它的位置是落在现今的玉造东岸那个地方。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外观，最主要里面的建筑都是1963年的时候重现出来的。那1945年的时候，那时候二战有经过大量的空袭嘛，所以它后面又慢慢的改建，然后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飞鸟时代外观的风貌。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非常大的石像，它叫做青鸾圣人。青鸾圣人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创始人，也是日本镰仓时代初期的僧侣。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呢，净土真宗可以说是日本唯一真人可以结婚还有吃肉的佛教教派啊。因为出家人真的要守非常多的戒律，就连你生病要吃什么药材啊，都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这个青鸾圣人他就非常的苦恼，他觉得人再怎么期待自己可以守戒律，也很难达到那个完美的标准。那如果佛教只重视这些为数不多的出家人，他普度众生的理想又要怎么去实现呢？所以之后明治政府他就颁布了一个法令，让日本的和尚不只可以吃肉，还可以娶妻，在法制之外呢，还可以穿便服。这也是我们看到日本佛教跟其他国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日本佛教大概是6世纪左右那个时候开始传入国内的。那在更早之前呢，佛教早就已经从印度传到中国了。那传到日本这边呢，当然一开始也只是在贵族之间流传，还没有正
正式进入平民的生活。当时日本朝廷有2大贵族，一个是以苏我麻子为首的苏我氏，另外一个是以物部守屋为首的物部氏。那这2个贵族呢，一个是赞佛派，一个是反佛派。苏我氏的想法跟圣德太子是一样的，他们是赞成佛教流入日本，也可以顺便吸取一些国外的文化。但是物部氏他就极力反对，他主张日本的传统神道教，反对佛教流入日本，所以双方就开始争执，然后谁也不让谁最后就用武力来解决。最后圣德太子就跟苏我氏站在同一个阵营，并且期望佛教的4大天王保佑他们可以打败物部氏。最后587年，这个物部氏果然就战败了，苏我氏就跟圣德太子赢得了胜利。那之后苏我麻子他就推他的外甥女去做日本第一个女天皇，叫做推古天皇。之后圣德太子也跟这个推古天皇慢慢的在宣扬他们的佛教。这里还可以献花给亲鸾圣人就是一束花是1000块，然后可以把你的名字写上去这样子。OK， 那今天4天往事就到今天这边结束啦。那如果你是喜欢神社或者是寺庙旅行的人呢，来到大阪千万不要错过4天往事，因为里面的5重塔外观就是重现当时飞鸟时代的建筑感觉，非常的漂亮，而且里面还有宝物馆，收藏非常多的古物，你可以看这些古物然后慢慢去了解它的历史，会比较有共鸣感一点。那如果你之前来到4天往事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是难忘的回忆，也欢迎你留言分享告诉马自一哦。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下去吧 ，Go！ 圣德太子，日本飞鸟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幼年时期的圣德太子聪慧颖悟，并尊奉佛法。公元586年，明大天皇去世，此时朝中便围绕着是否接受佛教的争论。当时崇佛派的苏我麻子和排佛派的物部守屋形成了激烈的对立。之后幼明天皇去世后，又围绕着皇位纷争一起。物部守屋图谋拥立血会部皇子的政变失败后，苏我麻子和群臣共同计划，决定讨伐物部氏。圣德太子也参加了这场战役，史称丁未之乱。物部氏是当时军事豪族，自主精锐，期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3次击退讨伐军。当时圣德太子见战况不利，便削白胶木雕成了佛教4天王像，并向4天王像祈愿，如果战胜就修建佛塔，弘扬佛法的宏愿。之后苏我军又重整军事，再度进军，最后物部军溃散，日本大豪族物部氏就此陨落。战后苏我麻子另外拥立自己的外甥女推古天皇即位，成为了日本第1位女性天皇。此时圣德太子也被封为皇太子，和苏我麻子一同辅佐朝政。同年，圣德太子遵守了与物部氏作战时许下的誓愿，在摄津国难波建立了4天王寺。虽然寺院多次遭受战争和天灾的毁坏，但每次都得以重建，将创建当时飞鸟时代的样式忠实重现并传达至今，充分体现了日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和成为当地庶民信仰的重心之一。我想这座寺庙不只传达出的只是一种象征，更多的是建立起了和大阪人心目中羁绊的连结。